巴布亚新几内亚位于太平洋西南部，它由新几内亚岛的东半部及附近的俾斯麦群岛等600多个大小岛屿组成。它是大洋洲面积仅次于澳大利亚的第二大国。早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新几内亚高地便已经有了人类的定居，但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这里仍处于原始社会阶段。公元1511年，葡萄牙人在赴摩洛加群岛途中发现了新几内亚岛。新几内亚岛在7000年前仍与澳洲的约克角半岛相连。后来海平面上升，托雷斯海峡把澳洲和新几内亚岛分隔开来。新几内亚岛是世界第二大岛，它的面积仅次于格陵兰岛。新几内亚岛属于大洋洲，但岛的西部是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公元1545年，葡萄牙人阿尔蒂斯·德雷特斯的船队到达该岛的北部，在那里他跟当地的土著进行了航海必需品的物交换。德雷特斯见当地人的肤色和头发类似于西非几内亚湾沿岸的黑人，于是称呼此地为新几内亚。19年前，另一个葡萄牙人探险家豪尔赫·德梅塞斯在由马来半岛至摩洛加群岛的航行途中遇到台风，偶然发现了新几内亚岛。他见土著居民头发多卷曲，于是以马来语的巴布亚为新发现的族群命名。巴布亚一词意为美拉尼西亚人卷曲的头发。美拉尼西亚这个名字来自于希腊语，它意为黑人群岛。截至2022年6月，巴布亚新几内亚人口 98% 属于美拉尼西亚人。随着欧洲殖民者的到来，这里的与世隔绝随时被打破。到了公元1828年，荷兰人入侵了新几内亚岛，并占据了岛屿沿海地区。公元1871年，德国完成了国家统一。9年后，德国也走向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当时，全世界的殖民地几乎被瓜分殆尽，德国于是将目光放在了新几内亚岛上。与此同时，占领澳大利亚的英国也想扩张势力。为了解决列强的冲突，公元1884年，欧洲列强召开了柏林会议，新几内亚岛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德国提议将东经141度线作为新几内亚岛的划分方案，因为东经141度线几乎将岛屿东西划成对等的两部分。最终，荷兰控制了该岛的西部。之后，英国与德国大致沿着南纬5度线将该岛的东部瓜分。至此，英属的新几内亚和德属新几内亚的边境暂时确定。进入19世纪90年代，新几内亚岛的第一长河弗莱河附近发现了黄金，该河刚好2次穿越东经141度线，因此如果按照东经141度线划分，该河将有一部分流经荷兰殖民地。对英国来说，这不利于英国独霸黄金资源。对于荷兰来说，由于弗莱河大部分在英国殖民地境内，即便占据了沿岸一小段领土，也无法随意进入下游，因此荷兰人认为战略意义不大。英国于是提出了在141度经线与弗莱河交界的部分以弗莱河作为边界。与此同时，非洲南部发现了更为丰富的黄金和钻石资源，非洲南部一跃成为英国的重点开发目标。到了1906年，英国把英属的新几内亚交由澳大利亚联邦管理，改称为澳属巴布亚领地。一战后，德国丧失了所有海外殖民地，澳大利亚顺势控制了德属新几内亚。不过此时澳大利亚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之后，澳大利亚一方面谋求独立，一方面又想彻底的兼并澳属新几内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新几内亚岛就遭遇日本的入侵。由于该岛的崎岖地势，战争呈现焦灼状态。战争发生7个月后，澳大利亚的正规部队从地中海战区被调回。面对热带的疾病和坚固的日本防御工事，盟军以沉重的伤亡取得了胜利。随后，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袭击了位于该岛东端的澳大利亚空军基地。由于情报工作不力，日本错误地估计了澳大利亚驻军的规模。这场战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陆军第一次彻底的失败。新几内亚战役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后，
荷兰与印尼爆发了4年战争，最终荷兰承认印尼独立。但荷兰一直拒绝将新几内亚岛西部划给印尼，信仰基督教的新几内亚西部居民也不愿意与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尼合并。到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荷兰逐渐放弃了对新几内亚岛西部的统治权。1969年，印尼正式宣布将新几内亚岛西部纳入版图，该岛东侧则继续被澳大利亚掌控。印尼吞并新几内亚岛西部之后，印尼通过迁入本土穆斯林等方式不断降低当地人种的比重。印尼为防止该地与澳属居民的互动，还封锁了岛屿东部与西部的边境。当地的独立运动使澳大利亚投入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大，澳大利亚于是决定放弃新几内亚岛，并批准新几内亚岛东部独立。就在此时，布干维尔人宣布自行独立，成立北所罗门共和国。布干维尔岛及其附属岛屿位于新几内亚岛的东部。布干维尔岛地理上属于所罗门群岛，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它被称为北所罗门。公元1768年，法国海军上将路易斯·安东尼·布干维尔成为首次登上该岛的西方人，这座小岛因此得名为布干维尔岛。布干维尔岛在地理上远离新几内亚岛，造成了疏离感，加上人种的差异，更让布干维尔居民不认同自己属于巴布亚新几内亚。20世纪60年代，布干维尔岛陆续发现了铜、金、磁铁等矿藏，矿石的储量达9亿吨。巨大的矿石储量引发了澳大利亚的兴趣，矿石开采严重破坏了岛上的环境，而且矿石开采也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任何利益，引发了布干维尔居民对外来管理者的不满。这种不满情绪持续发酵，以至于在1975年，布干维尔人决定另起炉灶。然而，这个新成立的国家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在澳大利亚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打压下，北所罗门共和国仅存在半年就成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个省。之后，当地的不满情绪和分离主义运动日渐升温。1998年，弗朗西斯·奥纳在岛上的丛林里建立起了武装集团，该武装集团导致了矿山被迫关闭。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希望遏制冲突的发生，不过为时已晚，最终酿成了旷日持久的内战。1990年，叛军宣布成立布干维尔临时政府，独立声明得到了所罗门政府的支持。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随即对该岛实行经济封锁，并派兵加以镇压。在战争进行1年后，双方曾短暂达成停火协议。布干维尔独立战争期间，有2万人为之丧命，这相当于该岛人口的7%。在新西兰的斡旋之下，2001年，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布干维尔签订了布干维尔和平协议，这标志着长达12年的战争的结束。该协议允许布干维尔在2015年至2020年期间进行独立公投，但革命军的领导人弗朗西斯·奥纳对此并不买账。在军队的支持下，他在布干维尔岛上自立为国王，导致了和平协议难以落实。2005年6月，英国人比内斯特和澳大利亚人理查德驾驶飞机到达布干维尔岛，没有人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但是不久，革命军就发表声明，说联合国已经接纳了弗朗西斯·奥纳领导的布干维尔王国。声明发出后，英方称这只是奥纳自导自演的一场骗局。至此，布干维尔革命军的信誉扫地。几日后，年仅52岁的奥纳突然伤寒猝死，布干维尔陷入了混乱。之后，在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主持下，布干维尔进行了大选，成立了布干维尔自治政府。这场大洋洲自2战结束以后最大的冲突终于落下了帷幕。之后，经过2次推迟，公投在2019年4月23日举行，结果独立派以98%的压倒性优势胜出。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并不想这么轻易放弃这座拥有巨大矿藏的岛屿，因此在公投结束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始终拒绝承认该岛的独立。另外，和平协定还规定布干维尔应销毁并限制岛上的武器流通，但是布干维尔岛自2战以后，各部族就一直有私藏武器的传统，这些武器很多是日本占领期间遗留下来的。
布干维尔岛有70余个部落，他们各自为政。布干维尔独立政府很难要求各部落上缴或者是注销武器，这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拖延承认公投结果留下了很大空间。另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布干维尔只能满足自身 60% 的经济需求。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的经济封锁，使得很多布干维尔居民甚至没有现金货币，只能依靠农渔业的生产来维持生计。即使拥有着潜力巨大的矿场，布干维尔本身又没有相应的开采能力。巴布亚新几内亚自身的处境也是一般，该国至今仍旧是个贫穷落后的农矿业国家，在无力解决生存难题情况之下，向外寻求援助便成为了该国政府的不二之选。在众多援助方当中，澳大利亚的援助金额始终高居首位。外援固然有利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渡过重重难关，但并没有实质性的消除贫穷落后的根源。正是认识到这一点，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近年来开始加强对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